所以我现在脚下的这条路就是古丝绸之路上的要道。我现在来到了张掖的七彩丹霞景区。嗨，兄弟们好！我们现在正行驶在312国道上面，也就是中国最长的从上海到新疆的霍尔果斯口岸的国道。下一站呢，我们要到峡口村。峡口村是古代丝绸之路以及古代的明朝在河西走廊的长城防线上面很重要的一个驿站和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在河西走廊这边呢，有很多这个明朝时候修建的长城，它不仅起到了军事上面的作用，也起到了在古丝路上面的一个治安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商队顺着这个长城的内沿走，然后呢，长城和当地的驻军为他们提供一个保护。行驶在312国道上面，看着宽阔的河西走廊这边，心里面就特有一种历史变迁的感慨。原来这里应该是一对对骆驼走过的地方，现在呢，骆驼已经变成了我们的重型的这种卡车，把我们的货物、把我们的这种贸易给运送到西方世界。兄弟们，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峡口驿古城。峡口驿原来是丝绸之路上面很重要的一个驿站，从武威出发，然后通过峡口驿这边，顺着峡口驿前面的这条道，一直能抵达嘉峪关，然后就是到酒泉那边到敦煌。所以我现在脚下的这条路就是古丝绸之路上的要道。峡口驿就是古丝路上面的一颗明珠。现在我们虎8 Pro 所停的位置呢，就是峡口驿的正门外边。原来呢，这里是一个商贾云集的地方，而且呢，会有很多骆驼、马队都在这里停留，等待着进城。现在我们的虎8就停留在了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个地方，感觉到了一种古今的历史的交融。嗨，兄弟们，我现在来到了张掖的七彩丹霞景区，一路上面都没有看到有多少车，但是来到景区门口发现这边人不少。好了，我们趁这个太阳还没落山，赶快进去看一看。兄弟们，我刚看完张掖的七彩丹霞，这里非常的美，马上放航拍给大家看。然后我今天在这里走，发现这个景区的大门外边有很多的这种小摊贩嘛，而且卖的东西都比较贵。我以前也没有特别关注过，但是呢，我今天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些小摊贩其实都是本地的人，他们在这里摆摊，其实就说白了就是为了
赚钱嘛。那么在这个西北的这些地方，或者说是在一些比较穷困的地方，为什么在景区门口会有这么多本地人的小摊贩把东西给卖这么贵？我突然想到了，这就是转移支付的一种方式。当我们富裕地区的人来到这些欠发达地区来消费的时候，他们这边必须得要有这种消费的项目来支撑起他们的这个经济。那有的朋友会说，那能不能办一些其他的有意思的项目，而不是说在这个景区门口去卖一些千篇一律的这种比较贵的在各地都有的这种小商品？但是他们在卖这些商品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做一种原始的资本积累，因为这种欠发达的地区让他们拿出一定的钱来做一些与众不同或者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它其实是很需要这种资金支持的，但是他们本身又没有这么强大的资金去支持他们，那么他们就只能从这种最简单的小生意做起。当富裕地区的人们来这里消费的时候，其实这边的物价是比较高嘛，也就是说带动了当地的这种原始资本的积累。当当地的人们通过这种售卖小商品的形式去有了一定的原始资本积累以后，他们才可能去做一些更有意思更大的一些产业。在有资本之前，他们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去进行一个原始资本积累。这种原始资本积累的方式也是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一种转移支付的一种方式，把发达地区的钱和资金搬到不发达地区来。我们可能通过一些官方的渠道，通过一些金融的渠道能进行大规模的转移支付，但是针对这种民间的这种生活，针对他们的这种小生意来说，那么这种贩卖小商品的方式也是另外一种比较分散的转移支付。所以从大到小，从有到无，我们国家正在进行一个很大规模的一种转移支付。我也希望这个欠发达地区的朋友们能够尽快的富起来，能够实现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共同富裕和共同复兴。